中午才起床，直接吃中饭。这是宾馆自家的餐厅，才花了40块钱。午饭过后，坐景区的观光车去五老峰。五老峰，1峰、2峰、3峰、4峰、5峰，4峰，直线距离1.36公里。五老峰的山门。去五老峰之前，很多人都说去五老峰很累，要一直走到三叠泉。路上只看到了1、2波，3、5个人，爬了20多分钟，到了这个亭子。这是1峰。五老峰顾名思义有5个山头，这个就是1峰。现在全是雾，远处什么都看不见。据1峰这个小卖部的人说，早晨遇到了云海，实在是后悔没有一早过来。现在往2峰走。好，谢谢。你们上来不到10分钟就到了这个地方，有块很漂亮的大石头，几个人都在这拍照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，在这曲折蜿蜒的路上，体验生命的意义。你是否还会背着我鼓足勇气试了下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2峰了。往右走不到100米就是2峰。哎呀，当心坠崖，全是雾。2峰的山顶也都是雾，看不清远方。
前面就是三峰了。目前这些云雾时有时无。从三峰到四峰非常近，2分钟就到了。四峰是游客来的最多的地方，很多人到这里看一看就返回了。这个就是四峰的观景台。很多人说四峰是这里面最漂亮的地方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前面的五峰，可以看到下面整个的景色。正好现在云雾慢慢的散去，云雾一阵一阵的，就是不能形成云海。前面这个就是五峰。四峰这里有个休息站小卖部，问了一下这里的老板到五峰多久，他说大概20-30分钟，于是决定向五峰进发。其实从五老峰的山门走到四峰也就1个小时，而且远没有大家说的这么累，起码比3叠泉轻松多了，所以才临时决定去五峰。从四峰到五峰要先下山后上山，果然20分钟就到达了这里。穿过这个小亭子，前面就是五峰的山顶。山顶有块巨石，写着目无障碍。山上的云雾还是飘得很快，若隐若现的，有点仙境的感觉了。山顶上也来了几个小伙伴，年轻人胆子都很大，又攀上了悬崖上的巨石。看这些云雾飘得多快！让他拉你，要匍匐着往上爬，匍匐着往上。重心压低，对对对，压低一点重心，可以。几个小朋友也把我拉了上去。并且帮我在这里拍照，所以我一个人出行的时候，就是路上临时认识的朋友帮着拍照。让我绕一圈吧。这边好看。也谢谢这3个在庐山度假的小朋友。53啊，53吗？一点都看不出来啊！天哪，我以为顶多40。这个就是庐山的五老峰的五峰，其实爬到这里并不累。云雾渐渐地散去，景色越来越清晰。
看这里的景色多美，所以我觉得五峰比四峰要更壮美。从五老峰的山门走到五峰，边走边玩，只要不到2个小时。我个人感觉五老峰还是值得登一登的，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，而且很多人会在这里看到云海。下山没有走回头路，而是往通向三叠泉的小路下山。从五峰一路下山走到三叠泉大概是50分钟，所以很多人是玩完五老峰继续去玩三叠泉，当然这样会比较累一点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庐山的五老峰如何？美不美？所有痛自己背负，所有无助的深夜对酒倾诉。明天继续带你在庐山深度游。